在河北太行山的大山深处，我无意间拍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画面：垂直的崖壁上竟然镶嵌着许多房屋，它们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有的房屋已经坍塌，有些似乎还有人生活的痕迹，看起来非常的凄凉。你看，这有一些他们当时的生活用品，这是一个筐子。是什么人会在这么险峻的绝壁上安家？是为了躲避战乱，还是另有不为人知的原因？他们当年又是怎么在几百米高的绝壁上一砖一瓦建起家过日子的？今天我们就顺着陡峭的山路爬上去，跟着镜头一起走进这座悬在空中的村落，看看它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路灯。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崖距的下面。这是哪里呢？这是河北省井陉县的一座大山里。来到这儿呢并不容易，需要我们开车呢经过10几里的山路，然后才能到这里。我们去崖距的那个地方呢，我们还需要爬山才能上去。到底什么人将房子建在悬崖绝壁之上呢？我们带着这个原因呢，我们去上边去看一看，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一探究竟。这个山里边呢，这儿有一个村子，你看那边那些有一些房屋，所以这儿的房屋呢，基本上就是就地取材，用当地的石头建的石头房。哇，看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崖距的下面。这个崖距呢，现在是近在咫尺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上去，它没有一条明显的道路能爬上去。我们在这儿上去看一下吧。你看北方这个冬天呢，这个山上非常的萧瑟。哇，终于上来了。这得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爬。走，下边有2只狗在叫呢。哎呀，这也没有一条路。你看北方冬天呢非常的萧瑟，山上呢也没有绿色了，就是黄色的，全是枯草。这个坡呢上面的路呢似路非路，看着是路又不像是路，这应该是好多人没有走了。你看上边是地，然后但是呢现在也没有什么庄稼，因为冬天呢，也不种庄稼了。这前一段时间刚下过一场雪，所以山上还有雪。这些房子就在这些崖缝里边，有的基本上都是石头房，就地取材。今天的天气呢有点冷，现在呢大概是-4°C左右。而且山里边呢还刮着一些风，看，呀，这儿有一条路啊，刚才白爬了一会儿山，这条路能上去，也不算太难走。这儿就属于是太行山了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大悬崖绝壁，真的是绝壁啊，90度的角，看，然后它就是利用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崖缝，然后就地取材，用石头在这儿建了房子。
我们上去呢，先看一下这个房子，它里边到底是怎么建的。然后完了呢，我们再去问一下这附近的村民，看看之前是什么人在这儿住着，然后他们为什么会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了解一下它的来源。大梧桐树，这儿呢是老百姓聚的一些木柴。这儿的冬天呢，他们会烧柴火来取暖。哎呀，这怎么上去了？看，这儿有一个电线杆，这说明当时里边呢是通着电的。这是把外源的电线引到这里边。我们这儿有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上面呢有一个名牌，我们上去看一下这个名牌上面写了一些什么。从这边上吧。从这儿上。哎呦，好难走！哎呀，我们看这个牌子上写的什么啊？这儿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。景行县农户住房安全鉴定标识卡，这属于是南峪镇岸底村。这户人的姓名呢叫宋俊孩，孩子的孩，宋俊孩。然后建造年代是1930年，鉴定时间是2019年6月，鉴定等级 A 级，是景行县房屋安全管理办公室。这个房子呢是1930年盖的，他这已经告诉你了，1930年盖的。这是一个黑色的大门，然后这儿呢有一个灯，不知道亮不亮？哎，不亮。所以它这应该就是以前通着电的。这还有一个电表呢，上面还有标签，这是一个老式的电表，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在不久以前呢，这里还通着电，还有人在这儿过着需要用电的这种日常生活。这个大门紧锁，我们现在也进不去。机子放进去看看啊，看这是它这个院落。这个小院子就是依山势而建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顶上呢全是黑色的。然后这应该是他们做饭烟熏的，所以这个按它这个黑色的程度呢，上边还有焦油，所以我们就能推断，它这应该是住了好多年，才熏成了这样子。你看那个上面就留着那个焦油，所以这儿住了好长时间。但是现在他们就已经搬迁走了。这个门窗呢还是铝合金门窗，这应该是后来修缮的时候。他们安装了现代的铝合金门窗，应该以前也是那种木门窗。现在进不去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一下。据说呢，这个宋俊孩是明代牙居的最后一位守护者。他现在是临时出门呢，还是彻底的搬离了这里？这把锁呢，也是这座明代牙居时代的一个结束。走，我们顺着这条路，我们往上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走上去。看着啊，今天天气比较冷，我一直在流鼻涕。这有台阶儿，哎呀，这已经长的这个已经上不去了，都把路都给挡了。
这儿能进去啊！看这儿有围墙，这全是石头砌的墙。这石头墙，这石头墙得有个30-40公分厚。这儿应该以前是有门的，但是呢，现在你看这个顶已经塌掉了。这上边这个用木头支撑着，上边是打了一个顶，这儿已经塌了一半了，塌到这儿了。这儿呢，应该就是当年寨子的这个大门啊，所以这个地势还是非常险要的。真的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所以说，我们想想，当年是一个战乱的年代化，人们躲到这儿还是比较安全的，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避难所。看着真高呀！然后，这就是这个房子，这是土坯房，这就是押居的这个过道，这条路，围墙就是石头砌的，这也是一个房子。这个房子不大，很小，这就是这个崖壁，然后外边垒了这个石头墙，外边裹的是土坯，用土抹的，黄土抹的，所以看着像土坯墙，其实它里边也是石头。然后这儿呢有这个，这儿有这个灶，柴火灶，这是一个也是自己攀的一个炉子。你看这儿有一些他们当时的生活用品，这是一个筐子，这是用那个锦条编的筐子。这都是自己编的筐子，在我们老家也会自己，农民会自己编一些筐子。然后这是一个瓷盆，这是一个炉子，这也是自己用石头弄的炉子，这应该是生火做饭的。这也是一个柴火炉，上边放锅，然后这儿烧柴火。这是一个种石，这是种麦子的时候用的，这上边放上麦子，然后在地里面种，然后摇，然后在那个麦粒呢，就在这下边出来，就种到地里边了。你看，通过这儿墙上呢，它也是黑了，这就是当年在这儿做饭的时候，把这个墙壁就熏黑了。刚才我们离得远，你看这地方就熏着这个焦油，所以应该是熏了好长的时间。这是他们当时的窗户的框子，地上还有鞋呢。他们走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些鞋拿走。这是一双鞋，这是一双鞋。哇，你看这悬崖绝壁，过去看看啊。这边还有房子吗？这边没了，没有房子了。还有点恐高呢，哇，这10几米高呢。不过这地方因为地势比较高，所以看得比较远，周边的风光还是不错的。就是北方的一到冬天，满目萧瑟，灰秃秃的，等到明年的春天5月份的时候，这个山才会绿。这儿也很高，哎呀，上面好像也是有裂缝，赶紧过去吧，别掉下来石头。哇，当年的人是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个地方呢？太危险了。它这个房屋就比较小了，这是这个崖壁，背边弄着墙，看一下啊。这是窗户，这个窗户能看见外边的风景。这儿有一个石龛，石龛里边还有一尊神像。按北方呢，在门口有一个佛龛的，基本上都是土地爷。所以说中国人呢，就是无论的条件多么的艰难，但是精神寄托总还是有的。所以这个佛像呢，在这儿已经默默守护了这个家族上百年。好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
这木窗户还在呢，木窗户。哇，这也是一间屋子。来看看这个屋子，哦，因为它这个地理条件呢不允许，所以它这儿的房子呢，都比较小，盖起来以后这屋子也比较小。看，这有一个炕，啊，炕上边是这个瓶子，乱七八糟的，那就是一个窗户。你看这。应该是烧炕原因造成的吧？你看这个墙上面也是黑乎乎的，熏黑了。这个炕特别小，看着呢也就是能最多睡2个人吧，挺小的。就是按我这个身材，估计还放不下我呢，太小了这个炕，所以这里边呢只能是住个人，也放不下什么家具。这儿大概也就是这有个2米，这有个4米。也就是8平方左右，这个屋子也就8平方左右。你看，这确实有席子，这当年是在炕上铺的这个席子，啊，这就是崖壁了。这儿糟东西应该是这儿会挂东西，挂了一些东西，条件挺艰苦的。走，我去那边。这儿有一间屋子，但是这儿锁着门了，进不去。好，这儿应该也是有围墙，但是后来塌掉了。这儿很危险。看底下是一个村儿，底下就是这个村儿。我看一下啊，那这儿应该也是有这个墙，也是塌掉了。这堵墙呢已经斜掉了，所以也是很危险。就是摇摇欲坠，好像要塌掉的这个感觉。哎，这户人家还好一点啊，这还有一个小院落，这相当于一个小院落。但是呢，这屋子也是很小，哎，太小了，给大家看看。看，这是一个小土炕。这有一个炉子，这个炉子也是用来取暖的。这小土炕最多也就是睡2人。这是窗户。这间呢，到这间呢也就到头了。然后去那边呢，应该是还得从别的地方上去。那边也还是有的。哎呦，还是能进来。哎呀，这个屋子大点儿，这个屋子大，啊，这是个土炕，这是个炕，它这个房顶呢就是这个崖壁，这还有一个老柜子，这墙是抹了白灰的，还白一点，你看墙上有这个年画，新年快乐。年画丰收一个小娃娃，很有年代感啊。这个呢，房顶呢是这样的，它一半呢是本身就用了这个悬崖来做屋顶，然后这外边这一半呢，它是悬崖没有升出来，所以它这自己又做了一个屋顶。你看这加的木梁支撑的，自己又做了一个屋顶，所以一半是悬崖，一半呢就是自己打造的屋顶。然后这儿后边这儿还有一个后门，后门，哎呦呵，所以这家这个房子还是比较大点啊。这儿盖了一个屋子，然后这呢，也就是完全在崖壁下面的，它应该这是会放一些
放一些这些乱七八糟的自己的生活用具。你看这盆盆罐罐，有个大瓮，好几个瓮。哦，你看这还有粮食嘞，哎，你看这还有粮食呢，还有米呢。你看这还有米呢，这有1瓮米呢。哎呀，这么一大瓮米，他们也没有弄走。盆盆罐罐，这是后门。从这儿我们也就能看出来了吧？上边是崖壁，下边的房子自己用牲畜去盖的。这些瓮都是盛粮食的。以前这儿还有一大瓮的这个米。走。哎呀，哎呦呦呦，走吧。整个这一部分呢，大概也就是一户两户3户4户5，也就是6、7间房。但是不知道是住的是几户，也许是一大家的，也许是几户人家在这儿住，所以现在我们搞不清楚，因为也没有人。然后呢，你看这儿木头上边，这儿以前是有电线的，包括这个顶上，你看这都是以前安的电线。所以这儿后来是应该通了电了。嘿，太高了，这看得特别远，风景也特别好。巍巍太行啊，他们原来住的这么高啊！呜，在这儿呢也能看到其他食物的这个遗迹。所以我们想象呢，当年这个地方也是炊烟袅袅，鸡犬相闻，大家欢声笑语，在这里过着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，啊，这也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空中村落。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也能完整的看到这个房屋的结构，它就是顺着这个悬崖，里边呢是悬崖绝壁，外边呢是用土皮和石头砌的墙，就像把房子贴在了这个石龛上一样。这儿呢冬暖夏凉，非常的坚固，所以古人还是非常有智慧的，哎，真的是不得不惊叹啊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的悬崖的那个房屋看一下。这边呢住了几户，然后在那边呢也住了几户。好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，看看那边是什么样的。啊，我也是静兴哎。啊，静兴嘞。啊。啊，来了。你是这个村啊？嗯。这是你们村以前在这儿住了？啊，对。都塌倒了，在我们那住了。你在这儿住过吧？住过。啊。这个就是我的。啊，你叫什么？啊？你叫什么？我叫宋海琴。宋海琴，那是宋什么海那个？宋仲海。啊。我兄弟。
啊，那是你兄弟那个房子。哦，啊，这就是你们家院子。对，以前呢我住过，那么小个院子，那住几口人啊？以前就是5、6口人啊。 5、6口。你们都姓宋是吧？啊，对。人家他家就是这户是人家他家的。对。啊，那个上面那个人是他兄弟。对。啊。搬出去有多长时间了？搬出去，我走得早，俺兄弟前了3、4年才死了。哦，没了是吧？没了。哦。这就在这儿住。是啊。送的多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吧？对。这是明代万历2年，是1574年，就是他们的祖先叫，对，他们的祖先叫宋敬宗。对对对。啊，从山西平定。对对。是吧？搬过来，然后住到这儿来。一点不错。因为他们在这个山崖下边嘛，所以他们这村叫岸底村。对。是吧？以前就是9户人，30多口。后来，20、30年前吧，就是陆陆续续的，然后就迁出来了，迁出来搬到这个村儿。啊，然后就以前最多的时候200多口。啊，278。278。对，现在在户是100多。然后好多人就出去工作、生活、学习。所以上学，对，还得更走。对对。没有学校了。啊，没有学校了。啊，所以村里边现在也人非常少了。少了。这里边有好几个村就没人了。就没有人了。哦。再个往前进就到山西了。那边山西。对，在那边能到娘子关是吧？多远？哎呦，也后面20-30里吧。哦，那开车也不开车也去，那就从这儿走是吧？从这儿进，一直靠这个左手走。哦，就是20、30里那边就是非常出名的娘子关。哎，对。哎呀。出来转转吧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没事。这位师傅也姓宋。家里边是烧柴呢？啊，对。没有烧炭啊？也烧点儿，烧柴为主吧。哦。慢点啊。挺沉嘞，我看着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这个石龛更大，啊，这儿的房子明显能看到，它就是石头砌的，哇，好大！这个房子呢，塌了一角，其实它这个房顶呢，有没有吧？这就是砌的石头，然后外边抹的土，然后是木梁。但是呢，这个房子呢已经塌掉了，塌了一个角，这个梁和这个木窗子还在。哎呀，我们到这个院里看一下，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大的石龛，就它一家。他这还砌了一个院落，然后这儿当年应该是一个灶，生火做饭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塌了。这有几个木头把门挡了，上面呢全是冤凶火燎的，熏的是乌黑锃亮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木门。宋家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从明代万历年间一直住到了21世纪，整整生活了400多年。这就是另一处。哇，这么大个筐子，
这以前都是用来装庄稼的。这儿已经塌掉了，所以相当于一个剖面图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房屋的结构。外边是这个墙，上边是顶。这个屋子应该不是人类居住的，这个屋子应该是个驴圈或者是马圈。你看，这有一个槽，这是喂驴喂马的地方。你看，这是有一个鞍子，这是驴马身上的一个鞍子，所以这个地方呢不是人住的。这是一个驴圈、马圈，他们为了躲避战乱而来，在悬崖绝壁上开辟了自己的家园，世代繁衍。他们几乎呢独立于山外的朝代更迭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问经世何事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这像不像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那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呢？今天呢，最后一个守护者已经离开，这座崖居呢，终将归于宁静。这份写在悬崖绝壁上400年的生活史诗，这份人类适应自然、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就像这太行山的崖壁一样，永远存在。